今天要谈的这家公司呢，就是曾经的巨霸。对，我们再一次请到我们这个消费经济学大家熟悉的专家阮木华阮大哥，你好。哲青、小芳两位主持人好。是，因为前几天有个新闻，我觉得还蛮震惊的就是在3月的时候，交易日，对不对？在短短的2天蒸发了3810亿美元，这个数字很惊人的，很多国家一年都没有到这个 GDP， 对不对？所以它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呢？好，大家知道微软它曾经最辉煌的时候，股价来到过555美元，是在去年8月的时候。那它去年10月的时候呢，股价仍然在500美元之上哦。然后它现在今年股价最低的时候，居然跌到了350美元，从550跌到350，跌了200美元之多。这个跌幅可以讲说是史诗级的，逼近40%的这样的跌幅。大家知道微软不是小公司，微软是一家市值4兆美元的公司，等于说40%的一个跌幅就让它市值蒸发了超过1兆美元。那刚才哲青讲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这样一个曾经的巨霸呢，股价会摔了这么大一跤呢？其实它有一个很灾难性的发展，就是在今年1月底，它公布去年第4季的财报的时候，你知道它居然一天股价可以跌10%。1月28号，我几乎从来不曾看过微软一天股价可以跌1%的，4兆美元的市值跌1%，就是一天可以蒸发掉几千亿的市值，这是非常惊人的。而且那天我记得它一开盘就一路下跌，而且呢像没有底的一样呢，市场疯狂的抛售它的股票。那隔天它继续跌，所以短短2天它的市值蒸发了将近4000亿美元。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它发布的财报其实不是不好，它的财测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最主要是市场聚焦在什么？聚焦在它的云端 Azure 成长，现在目前看起来是趋缓的。不是不成长，它已经趋缓。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投资太大，就您刚刚所讲的要变现嘛，聚焦在说它1000亿美元的资本支出，这么大的一个投资能不能变现？事实上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所谓云端4巨头啦。我们讲那 CSP 的4家公司，像微软、像谷歌、像 Amazon， 就是亚马逊，或者是说呢像是 Meta， 你知道这4家公司说今年要投资多少吗？要投资7000亿耶。7000亿是美元呢，这么大的投资金额下去，到底能不能变现啊？所以为什么你会看到其实巨头股今年股价普遍表现不好？是，我觉得跟这个是有关系。伯跟我们说到最近这个 AI 战局又是大洗牌哦，有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叫 Anthropic， 那它最近呢好像要逆转超车了，然后 OpenAI 还惨赔，还要融资1000多亿来救命哦，是这样子吗？对，其实为什么微软会这样子，其实跟 OpenAI 有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 OpenAI 最大的金主爸爸妈妈就是微软，微软当时投资的OpenAI 被市场认为是它真的是有先见之明啊，慧眼识英雄啊，是率先投资 AI 绑定算力啊，所以也造成了微软为什么我们刚刚讲它去年股价创历史新高，来到555美元这个位置。那但是呢，成也 OpenAI， 败也 OpenAI 嘛，因为 OpenAI 不是没有竞争对手。事实上，我们现在讲3个很大的语言模型是 OpenAI 的竞争对手，就是现在目前全世界应该讲3个巨霸了。一个巨霸呢，就是大家每天会用的 Google Gemini， 对不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 Anthropic， 它的这个 Cloud 非常厉害，还有一个呢就是 OpenAI 的 ChatGPT，那这3个到底现在目前的竞合关系是如何？我们都知道微软其实跟 OpenAI 绑在一起，但是最近决裂，对不对？他可能要去告 OpenAI 跟亚马逊，这等一下再讲。好，那问题是 Anthropic 这家公司它不会等在那边看你自己家变，它其实已经早就开始要弯道超车了。你知道 Anthropic 它现在目前的营收1年可以到300亿美元，它其实是后进是，但是它已经先超越了这个 OpenAI 了。OpenAI 现在营收1个月大概20亿美元，所以等于说它1年的营收是200亿美元啦，所以它已经很明显的开始出现弯道超车。你看一个300亿美元的营收，一个200亿美元，那差距太多，更何况 Anthropic 是后面才出来的，而且它资本额比较小。对，好，那这2家公司呢，如果我们用 AR 来看的话 ，Anthropic 也非常厉害，它创了一个记录，就是 SaaS 的记录 ，SaaS 的记录，你知道多夸张吗？15个月营收成长30倍，另外。Anthropic 下面它有一个程式码的一个生成，就是Cloud Code，这个居然 ARR 它可以从0到25亿美元，它也创了这个历史的记录，所以它不断的在创记录的情况之下，它现在的估值已经超过1兆美元了。我记得去年的时候还讲说它的估值是3000亿美元，到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它的估值已经到8000亿，现在更进一步到1兆，因为它今年下半年10月可能要 IPO，那现在市场在看它的估值，就是用那种超级想象空间，你知道吗？说到1兆美元的一个估值，那它要融资是600亿美元，但它估值已经到了这个1兆了，为什么？因为实在它太厉害，它最近不断的推出一些运用的程式，让这个市场大为惊艳，连贝森特美国财政部长都在赞誉他的那个 Mises， 他最近又推了一个 Cloud Design， 把那个微软又吓了一大跳，所以我觉得 Anthropic 这家公司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看头的一家公司。那另外我们就回到 OpenAI， 那 OpenAI 状况是怎么样？它今年也要融资，它最近也融到1000多亿美元哦，而且它的估值现在大概差不多接近9000亿，8450亿美元的估值。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它有一个问题？它的这个营收的增长力道没有 Anthropic 这么强。另外呢，就是它的亏损一直被人家
那个诟病，它今年大概会亏140亿美元，然后呢累积到2028年，它应该会亏到440亿美元。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赚钱？要到2030年。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家发现 Anthropic 这家公司追上来，而且追得非常凶，而且它最近不断的推出很多的运用，让那个 OpenAI 感觉到压力非常的大。那当然微软的压力就很大了。是。团队建议给哲金看的一个数字，我觉得相当的惊人哦，超过70%的你其实还没有按订阅。如果你一直有在收看，也喜欢我们节目的话，现在我们来按下订阅吧。按下订阅对你来说是免费的，但对整个下班经济学团队来说，有你的支持跟订阅是这个节目能不能继续做下去、做得更好的重要关键。那慕骅哥，如果说我们回到微软的话，现在如果要买它的股票，还可以投资吗？它到底是这个10年一遇的进场点，还是说是一个接刀陷阱呢？因为它现在有一个致命伤，就是它的200日均线是下弯。通常我们不太会去买200日均线下弯的股票，就年线下弯，它其实是一个长空股。但是呢，它又从底部，我们讲说它从550美元跌到了350美元嘛，跌了200美元，它又从底部开始往上升，所以基本上它是有机会去突破200日均线。但是问题是，突破200日均线不代表200日均线能上扬。那回到过去这1年来，它的股票的确是被严重超卖了，是10年来最大的一个超卖波。因为它在上一次出现过200日均线下弯是2015年，2015年那一年的微软股价到2016年表现得非常不好，整整1年的时间，它其实股价都是一路在下跌的。但是后面它开始慢慢就上去，那从2015年之后呢，它到2016、17，它股价就一路往上走，所以我觉得微软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我们要去等它这一波超卖真正结束，也就是我现在在看它的那个绝对低点，就是差不多350块美元那个地方，会不会再次被跌破？如果它不会再次被跌破，同时它的股价开始扭转这个200日均线，开始走平，我觉得它机会就来了。那我觉得什么时候呢？我自己个人觉得是好的时间点，应该是会今年8月。对，因为他去年8月见到他的股价最高点，到今年8月刚刚好1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它蛮符合2015年那一次跌下来的时间周期。其实不仅仅是微软，包括之前我们讲的尖牙股，这个科技的7巨头，其实他们接下来的股价都在波动嘛，而且非常非常剧烈哦。对，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他们到底又发生什么事情？好，现在大家就会觉得说，你们花那么多钱，让台湾这些供应链赚那么多钱，那你到底能不能回收啊？就会变成说，你的资本支出跟你的 income 之间的关系，更何况还有盈余的问题，还有 EPS 的问题，所以他们现在就卡在这个大家希望说很快见到他们的营收、见到盈余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可是呢，却没有办法这么快做到，因为大家知道说 AI 虽然说现在已经开始在使用者付费，但是付费的情况还没有说到人人付费这么普遍嘛，我相信。在座的2位，你每个月我有付钱，对，但是你每个月投入到 AI 上面的费用，可能还没有说到上万吧，大概3000块左右吧。对，那好，3个不同的。那我觉得那个甜蜜点还没有到，什么时候这个甜蜜点会到？当你有绝对使用需求啊，比如说琼芳，你只是跟他聊天，情绪价值你不会花钱的啦。对，但是没有花钱。像我跟哲金有花钱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有工作需要，是它可以让我们在工作上面增加生产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就是说你在 AI 上面付的钱能不能带来你的 income 的增加，或者你工作时间的减少，我觉得这是关键。那我觉得这个甜蜜点在未来几年会出现，因为你可以看到像 Anthropic， 或者说你可以看到像是 OpenAI， 他们现在运用已经越来越厉害，而且呢，确实可以帮我们大幅减少工作时间跟增加收入。所以我觉得快到，但是问题是今年还卡在这个上面，所以你看到7巨头的股价。今年以来到现在还有3家下跌像是微软今年是下跌的，微软下跌，然后呢，特斯拉是下跌，特斯拉的那个 XAI 还要 IPO 了，对不对？好，它的 XAI 跟 SpaceX 结合在一起，它要 IPO， 也是上兆美元的估值的公司，它今年股价跌10%以上。另外就是大家可能很意外的是，苹果今年股价也下跌苹果对，苹果还跌了差不多快1%。那其他涨的呢？像是辉达啦，像是谷歌啦、Meta、亚马逊这4家是上涨，但是涨幅也没有超过10%。所以可见什么？可见市场的今年美股的重心不在巨头股，而在巨头相关的这些 AI 供应链，像你看美光、你看 SanDisk 这些股价都涨非常的多，所以市场的重心很明显是在这一些标的上面，就是说其他的跟着巨头的。赚钱的公司上面，所以我觉得大家今年在 AI 投资上面也要更广，因为台湾人过去投资美股，大部分就是买巨头股。那买巨头股这1年可能都没赚到什么钱，所以你不如把你的目光放到跟着这些巨头股赚钱的公司上面，也许你的资金效率会更好。是。那慕骅哥，你觉得现在看起来哪一些公司它比较有潜力去接棒这个美股7巨头呢？好，应该这样讲，就是跟美股7巨头赚到他们的钱，而且他们的股价或者说他们的成长比7巨头更快，因为7巨头现在是在花钱。那我怎么样去赚到钱？比如说第一家 Avago 就是博通，今年这家公司股价虽然没有涨很多，但是呢，我非常看好它，因为它今年大概涨将近20%的股价，大概差不多跟美股大盘差不多，稍微打败大盘一点。但是因为这家公司在未来的光通讯上面的机会非常的大，
所以我倒觉得像是博通这家公司，它是专门做客制晶片，所有的这个研发专精全部投入在通讯上面。我觉得这家公司做得非常的 niche， 然后呢技术层次也非常的好。全世界所有的大的通讯公司都要跟他合作，或者说你说这些大的 CSP 几乎都要跟他合作，所以这家公司呢就可以赚到他们的钱。那另外就不用讲的就是台积电啊。TSM 你会发现今年很妙哦，2330台积电今年涨差不多将近30%。可是 TSM 就是它的 ADR，今年涨幅却只有10几%哦，所以可见什么？可见就是他们的折溢价的溢价在收敛。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TSM 跟2330的溢价在收敛，我会更喜欢 ADR。我觉得后面有可能 ADR 会涨得比较多。不过呢，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微软这几年它做了很多的设计，甚至是措施，其实有惹恼用户嘛，对不对？所以这到底这些错误让他们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其实一般在使用 PC 啊 Notebook 啊，你不是使用这个 Windows 界面，不然你就是使用 Mac 界面嘛，就只有2种嘛，对不对？那大部分的人其实还是全世界，我讲全世界大部分人还是使用 Windows 界面。那 Windows 界面我们就分它到底有什么问题，分2种，一个是一般使用者，像我们这种一般使用，另外一个是专业使用者，工程师啊、设计师啊。那工程师跟设计师他们使用的这个界面，他们就更复杂。就他们发现一个问题。说呢，微软一开始的 Windows 11啊，居然会夹杂 Windows 7跟可能更早前面的这些控制台界面，他们就觉得很莫名其妙，怎么会是这样子？就是你装潢就里面有那个用那个10年前已经淘汰的机器。对，你这个形容非常的妙。他就发现你好像有掺水在里面。另外呢，他就发现因为不同的界面就会导致那个视窗的折叠，那视窗折叠就会让他们的工作流程下降，效率下降，同时也会让他们的那个视觉出现了很大的一些干扰。专业使用者就会抱怨这些事情。那这个是专业使用者，像我们是一般使用者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对不对？因为我们不太需要多视窗啊、多工的一个工作环境，但是我们会常常要开它的浏览器去上其他的网站，你会发现它会犯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一直在行销它自己的东西，要你付费买我的 service。比如说他在推那个Microsoft 365 Copilot， 他在推那个 OneDrive 这些东西，他就不断的会在你一开机之后视窗就跳出来，然后叫你去试用啊，干嘛的？你会觉得很莫名其妙，这样还蛮烦的呢。对，或者说他会把你的浏览器跳到他的自己的浏览器上面 Edge 上面。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你要去使用 Chrome， 或者是说呢使用那个 Firefox。你要使用其他浏览器，它就会不断的跳出一些视窗来问你说，你是不是真的要使用这些呢？被网友批评为什么精神不稳定的前男友？对呀，很可怕对啊，这种形容的很妙。那另外讲到他有一个失败的历史啦，就是他当年花非常大的钱，80亿美元的天价去买了 Skype。那 Skype 大家都知道，过去的那个通讯软体是最多人使用，我们到现在很多人还留有过去使用的印象嘛。2011年的时候，结果他买来，照来讲他应该好好的发挥跟运用它，对不对？没有。他不断的改版啊，然后做一些变动，导致了大家都不用它。后来它的霸主地位就被 Zoom 拿去了。伯母跟我们说到比较近期了，就是微软跟 OpenAI 到底为什么他们从最强的盟友，然后就变成敌人了？这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事实上，他们的结合就是纯粹利益交换。就当年微软觉得 OpenAI 这家公司非常有机会，所以他就投了10亿美金给他。然后呢，他其实就是钱绑赚利嘛。那 OpenAI 就是独家跟技术嘛，对于微软来讲，你就是要独家跟技术，因为我们当初签的就是独家专利协议啊。结果呢 ，OpenAI 烧钱无底洞就对了，不断的要微软拿钱，爸爸拿钱给他爸爸拿，然后微软也不烦不胜烦啊，就觉得说你最近也被那个 Anthropic 给追过啦，然后你的发展也好像也没有那么顺利啊，然后再加上那个 Sam Altman 也不断的被董事会批评啊，反正 OpenAI 里面也有很多人事角力跟斗争就对了，就搞得大家都很像三国这样子，很复杂的情况。那两者之间就开始在决裂，他们其实是有一个决裂过程的。他们一开始就是无底洞的算力要求之后呢，那微软就开始有算力焦虑，有这个资本支出焦虑。之后呢 ，OpenAI 呢去跟那个 AWS 其实 Azure 的对手，全世界3大云端就是 Google Cloud。然后 AWS 跟 Azure， 结果呢，他居然去跟AWS 合作，就在今年500亿美元，还没离婚就跑去跟人家约会，所以演变到今年一个最新发现是，微软准备要去告 OpenAI 跟 AWS， 告他们2家违反了独家算力协议。这个对 OpenAI 其实也是很大的伤害了，因为毕竟你是我当初最大的金主嘛，现在好像大家已经撕破脸、反目成仇了。那对 AWS 其实事实上也会造成某种商誉上的损害。但是我觉得微软如果真的去告的话，微软也不见得能讨到什么便宜，是因为他们当初的独家的算力协议，我觉得一定有一些漏洞，而且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这些细节在里面。没错，所以说为什么 OpenAI 敢去跟 AWS 合作，我觉得他可能也是老神在在，没有签那个离婚协议，没有先写好。对呀，不过我刚才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其实微软在今年的 Q2 里面就讲到，他们要发展自己的模型嘛，对不对？就是 MAI。那这个模型就是它跟市场上的区隔在哪里？它的目的又是什么？好，因为微软一直都很靠 OpenAI， 所有的
功能都跟 OpenAI 的算力绑在一起，等于说 OpenAI 就是它最后最大的这个算力的基础跟backup 所以它所有东西都是 link 在上面。那他现在发现 OpenAI 开始要有野心了，对不对？他要跟别人合作，然后微软也发现他自己也必须要有自己的大语言模型，我不能只靠 OpenAI， 因为他看到 Gemini 这样上来，他看到谷歌这样上来，他也觉得压力很大，对啊，所以他开始呢要去重金去挖角，挖这些 AI 高手，所以他就挖到一个很厉害的人，就是当初 DeepMind 的共同创办人，一个叫做 Mustafa 这个人，他把他挖过来当他的 AI 执行长。也就是说，微软有2个执行长，一个是这个微软的 CEO， 另外一个是 AI 的 CEO。那给 Mustafa 这么大的一个荣誉跟位置，最主要就是要他赶快去建立微软的整个 AI 的条件。所以就像刚刚哲金讲，他的 MAI One， 那这个是他准备要去发展很重要的基础。所以Mustafa 这个人也很厉害啦，所以他一去微软，带着他团队，马上做了3个出来了。一个是他的语音辨识的模型，另外是一个语音生成模型，第3个他做了一个视觉生成模型。他做了这3个，也的确让大家眼睛一亮，就说哇。果然微软请到高手，现在开始要往上爬了。那当然这个对 OpenAI 压力也很大，因为 OpenAI 过去都是微软都是完全依靠它嘛。那现在微软自己做自己的模型，那 OpenAI 也会觉得说微软未来会跟它变成是竞争对手。所以原本的合作密切的盟友，现在居然大家各怀鬼胎嘛，对不对？其心各异嘛。汪博跟我们说到微软，我相信大家都有用过它的一个最平易近人的程式，就是 Word， 对不对？大家都用过。但听说我们刚刚提到这个 Anthropic 这间公司，它现在也杀进了 Word 那是不是微软的护城河最后一道防线已经守不住了呢？对，微软从来不是技术的问题，是使用习惯的问题。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是用 Windows 界面，所以全部几乎都是用它的 Office， 它的这个PPT 啦，它的 Excel 啦，或者说它的 Word 啦，都是所有人都在用了，所以已经变成是牢不可破的这个使用习惯。好，那 Anthropic 也知道这件事情，那种使用习惯不可能瞬间移除，所以说它的程式全部都会去插入到那个微软的运用程式上面。那微软也没有办法去拒绝 Anthropic， 如果他去拒绝 Anthropic， 不让他的程式让他使用的话，也会造成他的这个运用基础的流失，所以就变成是两者都有互相的需要，但是两者又是相互的竞争对象。Anthropic 呢看准了这一点，就是微软不会去不让他使用他的这些Office 的软体，所以他就大量去使用它。那因为大家都使用这个，所以他就大量让他程式去 link 在这上面，就挂钩在这上面。是，所以你只要上 Anthropic 的这个运用程式，你就可以 link 到微软的几乎所有的运用程式，包括 Word， 包括 PPT， 包括 Excel， 全部都可以运用上去。那你就可以在 Anthropic 上面呢去运用微软的程式，那对微软其实来讲是一个伤害啊，所以微软有反其道，让它的系统去连接到 Anthropic。也就是说，以后在我的 Word 上面就可以直接用 Anthropic， 然后你就不用去用它的，就会变成是这样子。所以大家反而插来插去就对了，连接起来，连接去。但是也有人会批评说，微软这样做其实也很危险，因为这就等于说把狐狸引到了鸡舍里面去，你把 Anthropic 引到你的鸡舍。但是我是觉得，微软现在也没有办法去拒绝使用者去用 Anthropic， 他只能想说他怎么样赶快在他自己的 AI 上面呢建立起他自己的最重要的竞争基础吧。在2026年啊，它真的就是大家 AI 的应用从这个聊天机器人升级到了个人的代理，甚至呢，它会开发成第2颗大脑。那这次呢，看微软能不能在这一波里面反败为胜哦。来，谢谢那个木华哥今天的分享，谢谢你。